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说真的有点慎重，但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做一次的深度思考练习——谋杀的道德面。这其实是一门哈佛大学非常有名的正义课的开场。他不跟你说教，而是直接丢给你一个极度困难，甚至是有点残酷的故事，来挑战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直觉。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做个大脑体操。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核心，其实就回归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这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吧？我每天都在做各种选择，小到午餐要吃便当还是面，大到这份工作要不要离职。但你很快就会发现，当你的选择后果直接牵涉到别人的生死时，这个问题几乎没有标准答案，而且真的会非常非常折磨人。好，我们来想象一个超经典的4项实验，你可能听过，但我们今天来把它拆解得更彻底一点。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是一位电车的驾驶，正专心地开着车，电车正用很快的速度在轨道上跑，一切都很正常。但突然间，你心脏漏了一拍，你发现，天哪，前方的轨道上有5个工人正在施工，他们戴着耳罩，完全没注意到电车正高速朝他们冲过去。更惨的是，你猛踩刹车，却发现刹车竟然失灵了，你脚都快踩断了，车子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看再过几秒钟，悲剧就要发生了。你心急如焚，冷汗直流，因为你知道，如果这样直直撞上去，那5个工人必死无疑。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注意到右手边有一条岔路，一条备用轨道。但你往那边一看，心又凉了半截。那条轨道上同样也有一个工人，他也是背对着你，毫无防备。你的方向盘还能用，所以你有一个选择，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你可以什么都不做，让电车撞死5个人，或者你可以立刻转动方向盘，牺牲岔路上的那一个人，来拯救原本轨道上的5个人。那么问题来了，身为教师的你会怎么做？在课堂上，当教授问这个问题时，结果几乎是一面倒。绝大多数、压倒性多数的人都举手选择转向，只有极少数的人会选择什么都不做，直接撞上那5个人。这个结果其实蛮符合我们的直觉，对吧？我想荧幕前的你可能也是这样想的。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但好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之下最好的选择了。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选呢？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一道数学题嘛。牺牲1个人总比牺牲5个人好，5大于1。这背后的道德原则就是，我们的行为应该要追求结果的最大化，也就是让最多的人活下来。好，大家先把这个原则记在心里哦，我们暂且称它为救多弃少原则。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这个看似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原则，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我们继续看下去，把场景换一下。接下来这个版本会让你感觉，更不舒服一点。注意哦，这次你的角色变了，你不再是电车驾驶，你是一个站在跨越轨道的桥上的旁观者。你看到桥下同样一台失控的电车正要撞向5个工人，身为旁观者，你感觉很无助，因为你手上什么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但就在这个时候，你注意到你身边站在一个体型非常非常庞大的男人，他正靠在桥的栏杆上低头看风景。你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很可怕的念头。你知道，只要你从他背后轻轻一推，他就会掉下去。他巨大的体重绝对足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进而拯救那5个工人。当然，代价就是这个被你推下去的无辜路人必死无疑。一样，用他1个人的性命换取另外5个人的性命，那么你会推他下去吗？神奇吧？明明数学结果一模一样，但这次答案完全颠倒过来了。绝大多数的人都非常坚定地选择不要推，只有极少数的人会选择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刚刚那个救多弃少的原则，在这里好像突然失灵了。哇，这就有趣了。好，重点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矛盾？两个情境的数学结果完全一样，都是牺牲一人拯救五人。但在第一个情境，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转向，但在第二个情境，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推人。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道德判断？有人可能会说，因为推人是一个主动的杀人行为，而转向只是在两个悲剧中做选择，感觉比较间接。但你仔细想一下哦，转动方向盘难道不也是一个主动有意识的行为吗？你也是在做一个决定，让电车朝向那个原本不会死的人开过去，你也是在选择杀死那一个人呐。所以这个主动 versus 间接的理由好像没有那么站得住脚。那关键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可能在于意图。在第一个案例中，杀死那个工人是你拯救5个人的副作用。虽然你预见了这个后果，但你的主要意图是转向避开5个人。但在第二个案例中，那个胖子的死亡是你整个拯救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你必须利用他的死才能达成目的。这个意图上的差别似乎触动了我们内心更深层的道德禁忌，不能把人当成工具。其实我们刚刚内心的这种天人交战，这个从同意到反对的剧烈转变，哲学家们早就帮我们分析得一清二楚了。这背后其实是2种完全不同，而且时常在我们脑中打架的道德思考模式。第一种，我们叫它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顾名思义，它的核心思想是一个行为的道德与否，完全而且只取决于它的后果。哪个选项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沁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个选项就是最道德的。你只要记住，结果论者就是超级务实的，他们会拿着计算机算哪一个选项的总幸福值最高。所以选择转向电车，牺牲1人救5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果主义思维。那第二种呢，就完全相反了，叫做绝对主义或者义务论的道德推理。他认为道德判断的重点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行为本身的性质。有些行为像是谋杀无辜的人，本身就是错的，是绝对不能做的，不管它能带来多么伟大的后果，这就是一条底线。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不能亲手把一个无辜的人当成工具推下去送死的时候，其实就是启动了绝对主义的思维。好，讲了这么多理论，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别担心，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100多年前真实发生过的法律案件。这个案例简直就是这2种道德观的终极对决，而且是真实的血淋淋的对决哦，不再是纸上谈兵了。这就是1884年英国著名的女王诉杜泽利与史蒂芬森案。一艘名为木西草号的船在海上沉没，船上有4名船员幸存，包括船长、大副、船员，还有一个年仅17岁的逝者男孩派克。他们4个人挤在一艘小小的救生艇上，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第4天，食物就吃完了。第12天，他们连一滴淡水都没有了。到了第19天，最年轻的派克因为喝了海水，已经奄奄一息。船长提议抽签决定牺牲谁来让其他人活下去，但其中一名船员拒绝了。于是船长就在大副的同意下，用小刀杀死了最虚弱的派克。他们靠着吃他的血肉多存活了4天。到了第24天，他们奇迹4地获救了。回到英国后，他们被以谋杀罪起诉。在法庭上，被告的律师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结果论辩护。他们说，这3个人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与其4个人全部在海上饿死，不如牺牲1个人，让3个人活下来。3大于1，这个结果比较好，对吧？你听，这不就是电车难题的第1版吗？他们还特别强调，那个被杀了派克，他当时已经快死了，又是个孤儿，没人会为他伤心。而其他3个人都有家庭要养，所以从整体社会福祉来看，牺牲一个无依无靠又濒死的孤儿，去拯救3个有家庭的成年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吗？但是检察官完全不吃这一套，他站在了绝对主义的立场。他们认为谋杀就是谋杀，
没有借口，跟情况有多绝望无关。法律不能因为你肚子饿就允许你杀人。那个男孩派克，就算他再虚弱、再无依无靠，他都拥有最基本的生命权。这个权利是绝对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别人的生存需求或是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而被剥夺。绝望的处境并不能成为杀害一个无辜者的正当理由。一旦开了这个先例，那是不是以后只要多数人投票，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少数人？这会动摇整个文明社会的根基。船长杜德利在他的日记里，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极度轻描淡写的语气，记录了他们获救的那一刻。他说，在第24天，当我们正在享用我们的早餐时，一艘船终于出现了。各位，你听听这个用词，我们的早餐。这句话真的让人不寒而栗。这也显示出，在他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个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符合逻辑的选择，而不是一件需要忏悔的道德上错误的罪行。他的良心似乎已经被结果主义的计算给完全说服了。所以你看到了吗？从一个假设的电车难题到一个真实的海上悲剧，我们内心的道德冲突从未停止。结果主义和绝对主义就像我们脑中的天使与恶魔在拔河，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盲点。而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唯一的正确答案，而是要搅动我们理性的 restlessness， 也就是那种永不休止的自我怀疑与反思的思辨过程。这个真实案件呢，其实逼我们去面对3个更深层、更让人不安的问题，而这3个问题到今天都还在法律和哲学界被激烈辩论。第一，我们是否真的拥有某些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这个权利是不是至高无上、绝对不可侵犯的？还是说在极端情况下，为了多数人的生存，它可以被牺牲？第二，一个公平的程序是否就能让任何结果都变得正当？比如说，如果他们当初是用抽签决定谁该被吃掉，那结果会不会比较可以接受？一个公平的程序是否就能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第三，同意的道德力量到底是什么？这是最棘手的一点。如果那个男孩派克在临死前虚弱地说：“你们杀了我吧，让我牺牲自己来拯救大家”，那这个谋杀行为是不是就变得道德上可以允许了？一个人的同意是否能让一个本质上错误的行为变成对？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标准答案，而这也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哲学的目的不是给你新的资讯，不是要你背诵谁说了什么，而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说杀人是错的，这些你从未怀疑过的信念，放到极端的条件下检验，让他们变得陌生，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而这个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开始进行这种思考，你就像是失去了思想上的纯真一样，你再也回不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思想的潘朵拉盒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你对自我的认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有点不安。但重点是，这些想法，这些两难的困境，一旦在你脑中出现，你就再也无法假装没想过，或假装不知道了。你被迫要去面对这些复杂性。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当那些我们原本熟悉无比的日常信念，像是正义、公平、权利，突然变得陌生而可疑时，我们眼中的这个世界真的还能跟以前一模一样吗？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电车难题和真实的海南案件，探讨了2种核心的道德思维框架。一种是只看结果好坏的结果主义，牺牲1人救5人，听起来很合理。另一种是强调行为本身对错的绝对主义，认为谋杀本身就是错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发现这2种思维经常在我们内心打架，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时感到挣扎。而进行这样的哲学思辨，目的不是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而是要唤醒我们理性的思辨能力，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生活、工作甚至公共政策的选择时，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思考。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